同安道，有一段时间总来这儿，稍微溜达溜达。感觉这儿变化不大，因为这边基本不会有这个拆迁的，房子太贵了。之前什么样，现在还什么样。楼下有一堆底商，这片区域应该就算是和平区了。身后是南开大学，有日子没来这儿了。记得之前这边有一个石锅拌饭，现在还有吗？大概率是没了，没有。就在这区域，时间太长了。一会儿啊要去一个地方，就是我为什么之前总来同安道，主要就是去那个地方。一会儿过去看一看。这是一个西餐厅，里面呢很多的外国留学生，当时不是认识一些这个法国的、德国的一块踢球，有时候就来这吃饭。想一会儿上那个西餐厅看一看，在哪儿？是这块儿吗？我们再往前走一点儿。底上卖餐饮的还挺多，这边少多。同安道这一块离医科大学比较近啊，一般来这边的都是医科大学的。医科大学呢招的巴基斯坦和印度留学生比较多，跟这个南开大学不太一样。应该是往前面走一点，有一个进口，然后那西餐厅呢，就在这个往里走个100米的位置吧，叫阿里巴巴。看看现在还有没有？行，现在进那个小区看一看，这小区叫卫华里。进门口有一些卖炸串什么的。现在还有大糖墩儿，不是炸串啊，大糖墩儿。前面还有一个卖烧饼的。往里走就是这个西餐厅了，过去看看。你想感觉这一块人挺多的啊，有一些卖麻辣烫啊、炸串的，那个餐厅还有，就是这里。阿里巴巴什么云霄餐厅，稍微看一看。从我这儿看，好像里面没人，生意比较惨淡。现在，那我就不进去了，在附近转一圈得了。这个西餐厅要说时间可挺长的了。至少得20-30年了吧。云霄餐厅，很多的中东的学生来这儿，老板也是个回族，因此呢，很多的中东的留学生，巴基斯坦的、伊朗的、阿拉伯国家的都来这儿吃饭。慢慢的，有一些欧美的留学生也来这儿。最火的时候，真的里面的桌子吧，差不多就是没有任何空的，而且一开得开到后半夜，太火了那阵儿啊，挣钱很容易。那时候留学生也多，反正我认识的那些人，一般都是把这儿作为一个据点啊，有时候踢完球什么的，就在这儿吃点喝点的，看看足球什么的。现在感觉没什么人气了，可能过些日子会好一些，过些日子更暖和了嘛。有一些外国留学生什么的，就该回来了。行了，一会儿沿着同安道往前走一走，行，再往前走一走就是医科大学了，就在左手边。之前总能看到一些留学生，现在少多啊。
来到这个图安道，就想起几个人。记得当时我就是在身后的那个西餐厅啊吃饭，吃着半截啊，然后有一个法国人叫我跟他出去一个地儿，就附近有一个派出所。我怎么了？什么事儿？然后一到那派出所一看，有3个阿根廷人，也是我们一块踢球的啊，跟这个本地的打起来了啊，而且有一个脑袋还被开了，流了一脑袋血，可能当时就是在这个附近打的，就是图安道上面。然后报警了呗，之后他们就去附近的有一个派出所，就在前面，医科大学对面。那3个人呢是打马球的，就是骑在马上拿一个杆儿打球啊，那个算是贵族运动吧。天津当时啊有那么一个马球学校，那学校要说学费挺贵的啊，可能学一次啊就得3、5万的。你想那马就得多大的成本，而且还是那种赛马啊。总之啊，他们就是在那个马球学校啊，小学生的。然后呢，我就跟那个法国人呢，就去前面有个派出所，就过去看什么情况啊。然后那3个人就是说，当时他们在路边溜达嘛，然后呢，不知道什么原因啊，跟有一个人矫情起来了。然后呢，又来了一个人，就是拉架，就那意思，别打别打，然后给他们拉开了。本来当时啊都已经拉开了，但不知道为什么，就是那个拉架的那个，光给其中一个来了一拳，不知道怎么回事啊，就是拉架的那个倒先动了手了，反正这是阿根廷人告诉我的。然后那3个人呢就急了，就打那一个。然后路边有看热闹的，好嘛，这一看中国人被打了，就蹭一下啊，都站出来了。就是10几个人就打那3个，反正那3个有一个吧，反正伤得挺重的。然后呢，就是拉架的那个人好像被送医院去了，那个是被打的最重的。当时应该就是在前面有一个派出所啊，就是处理这事儿，就是让我过去当个翻译。因为警察当时的警察吧，反正外语水平也不够，那3个阿根廷人呢也不会说中文，然后我到那儿就给他翻译翻译，啊，把那来龙去脉给讲了一下啊，之后呢就把他们那老板叫来了，就是那个马球学校的老板，然后还带来一个翻译，应该是他们一块儿工作的一个女的，然后他们人一来了，我一看不需要我了，然后就离开了。就是前面那个派出所啊解决的事儿，具体之后怎么解决都不知道，我也没问，估计得赔点钱，因为被送医院那个好像打得够呛了，而且那岁数挺大的，不知道为什么他先开始是劝架的，到后来他倒成了这个受伤最厉害的，就是这里，那边医科大学，西向台路。行了，在这附近稍微溜达溜达，一会儿差不多也就该离开了。行，到这个医科大学前面看一看，前面有俩应该是印度的，来听他们说话，带着比较重的印度口音，稍微在这看一看。天津医科大学，西向台路。2个印度留学生，可能他们在这儿的学费啊乱七八糟的全免。以前感觉更多，特别是这个巴基斯坦的特别多，因为在印巴这俩国家吧，当医生啊是非常光宗耀祖的一件事儿，可以说在他们国家是最高等级了吧。
我之前也在其他国家看到一些印度的留学生，比如像哈萨克斯坦，当时我记得他们是去吉尔吉斯斯坦去上大学，从这个哈萨克斯坦呢转机。然后我问了一下他们一年就是学费，好像合人民币4万。说实话，4万一年，在印度绝对不是说是个人就能掏得出来的。总之一般都是有头有脸的家庭吧，才能供得起自己的这个子女去医科大学学习。但是在中国这边好像免费哎，有时候不知道怎么想的。现在中国人是无法去印度旅游的，直接把这个旅游签证给断了好像只可以派一些工程师乱七八糟的去那边。就是对印度有帮助的，他给你发签证；像这旅游的，他就不给你发。中国应该说实话对印度稍微强硬一点，印度留学生就别来了就得了。来这儿也是吃喝住一条龙全免。哎，行了，再往前面走一走，气象台路，感觉这一块也没什么太大变化，毕竟和平区嘛，这一块不会说轻易拆迁。现在多少有点累了，今天呢就不在和平区这一块多转了，看看回来找个时间再来这边。行了，一会儿差不多也就该回家了。行了，就先说到这儿吧。